这是一把 AR57，在使命召唤和暗区里，你们喜欢用它吗？那么现实中拿它打起来到底如何呢？ 不谈花里胡哨，只玩真相实跑。大家好，我是三黑。那么我最一开始玩 AR57呢，反正是在使命召唤里面。使命里呢，它叫 FSS 飓风，一把看着又不像步枪，也不像冲锋枪的奇怪东西，但意外的居然很好用。那么既然叫 AR57，顾名思义，它是基于 AR 平台所改进出来的，并且能打5.7子弹。这一下 P90粉丝和 AR15粉丝啊，那真的是双出狂喜了。如果你觉得手上的 P90射程远了不好用，可以直接把手里的 AR15改成这把 AR57，而且战术拓展性呢也是直接拉满。最离谱的是，它和 P90的弹匣是完全通用的，所以说 AR 的确是一个非常高度魔改化的平台哈。不过这种魔改呢，也导致 AR 的空挂和弹匣的释放钮呢，全部都变成了摆设，而且它是直接变成了自由枪击，不是 AR 那种导气。所以说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干2枪来，兄弟们。这个弹匣就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，就是像那个手指传送带啊，它怎么压的呢？你看哈，有一个细节，兄弟们，你看，当我把这个子弹往下压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子弹它会在里面转弯儿。 它会转一个圈，变成横着的，看见没有？变成横着的，它会。弹匣怎么上呢？你们看哈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你把它掰开，这样就可以进去了。当然的话，如果说你力气够大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拍进去。等一下啊，哎，就直接拍进去了。然后的话，怎么上膛呢？完全就和 AR 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了，它是整个在它的 upper 这个地方一拉。 哎，就上膛了，然后我们来打2枪哈，兄弟们。但是保险的话，其实还是 AR 的这个保险。这个声响哈。 比 AR 小非常的多，因为它这个毕竟是手枪子弹，打的也是非常准。你们看那个靶，我基本上随便打哈，兄弟们。而且它这个枪的后坐力，说实话，跟 AR 比，那肯定也是小非常多的。它毕竟只是这种手枪口径的子弹。习惯性的按这个弹匣钮了，但是完全没有用哈。你看，对这个地方把它抬起来。 然后啊，这个5.7毫米口径的子弹，你们看哈，就这么一小盒，就要50块钱，相当的贵了，我只能说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如果觉得看得爽的话，一定记得点赞3连。那么，如果这期点赞超过2万的话呢，下一期带大家看一下全自动 P90打起来是什么感觉哈。OK， 兄弟们，再带你们体验一发这个边走边打是什么感觉哈。哦。 舒爽，兄弟们！但是这把枪如果说要换子弹的话，其实和 AR 真的就没什么关系了。我给你们打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它得重新拉，因为它没有那个空挂。然后你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点哈，就是这个枪打的时候呢，弹壳是从哪儿出来的？这个弹壳是从放弹匣的地方出来这个弹壳的，不知道你们发现这一点没有哈？这个就是 AR57最大的一个特点了。那么我手上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 AR 弹匣哈，如果说你把它掏空了，然后你把它放进来。 哎，那你就可以收集到57的这个空弹壳了。不知道你们觉得是这样子好看呢，还是这样子好看？那么如果你在作战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57子弹用完了，或者说你觉得57子弹威力不够大，想换成556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你给我10秒钟，我就能把这把 AR57换成 AR15哈。跟你说10秒钟，来计时一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。 哎，好了，
都不用10秒钟哈。你看现在咱们就是 AR 了，咱该上我们的这个556就上我们的556，是吧？所以说你看这个 AR 确实是这个模块化做的非常的好哈。我5.7变成556，只需要花这么短的时间。那我们接着打我们的武器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武器威力怎么样哈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平哈，3个你们觉得能不能一次性打穿哈？然后旁边木瓜，我们看一下是个什么贯穿效果哈，兄弟们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！我操，这水平，这是最后一个啊，兄弟们，你看背后这个洞，你看全穿啊，全穿。看一下第一个，哇，就看这个洞，我操，有点小恐怖哦。啊，这是正面应该，然后这是背面，你看怎么说？3个一次性打穿还可以吧？这个过期矿泉水哈，没有浪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木瓜。哦，你看这么大个洞进去，然后这边这是很大一个洞哈，然后这个咱们看一下，哦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到后面出来哈，就是非常大的这种，所以说这个武器作为我们叫防弹衣杀手这个口径哈，这个威力不容小觑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可以，我们拿个防弹板来看一下武器能不能打穿哈。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小问题，你看这个子弹，这是刚刚在地上捡到的，然后还有这一发。这个是我们刚刚打的弹匣里的最后一发，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这个 AR 武器的一个这个供弹问题，因为它毕竟是魔改的嘛，它没有这个枪击不到位保险，所以说最后一发子弹它有时候呢，你看这个居然还能动，我操，火药居然还能掉出来的，看见没？拍不到，哇，反正就是能看见这个里面有一点火药芯子掉出来，在这个供弹这方面的话，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的，所以说兄弟们如果要打这把枪的话，还是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哈。还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国产的80元防弹板哈，可以防这个762，大家记得哈，看一下57能不能给它干穿，兄弟们，能干穿的扣1，不能干穿的扣2，兄弟们，来，马上揭晓。3枪哈，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好像没有穿哎。这个是之前我们这个556打的，兄弟们记得哈。这儿，然后还有这儿，这儿也是。然后刚刚上面应该有一枪，应该是在这儿，这附近。看一下背面哈。哎，这好像确实是武器穿不透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这个武器啊。它这个防弹衣杀手，它针对的是3A 级别的那种软质的防弹衣。那我们下次测这个3A 级别或者手枪口径的防弹板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把 AR 武器再拿出来看一下能不能打穿哈，兄弟们。不过不是我说哈，这个80块钱的国产防弹板还是要再感叹一次，实在是牛逼，真的武器也打不穿它。好，兄弟们，那么 AR 武器这把枪呢，因为是魔改，所以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瑕疵，但是它的定位呢，基本也就是面向美国民用市场的小玩具，所以说这么看呢，也算是基本合格的。你把它当成民用啊、娱乐这种小玩具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把万能的步枪的话，那你还是别做这个梦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 AR 武器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觉得看着有趣、过瘾的话呢，一定记得点赞3连。那么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类似的、有趣的想看的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。那么我是汤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